百变小厨房，不负好时光。大家好，这里是百变小厨房。茶叶过期了，到底还能不能喝？这是一个让很多人都困扰的一个问题。喝茶是咱们中国流传已久的一个习惯，很多人都喜欢喝茶。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哪一种茶品，红茶、白茶、绿茶等等，它的上面都有保质期。那么很多人就会疑问，如果茶叶过了我们包装盒或者是包装袋上面的日期的话，那么这样的茶叶还能不能喝呢？其实很多人都想错了，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之前一样，都想着这个茶叶放的时间长了，并且也已经过了茶叶包装袋上面所标的日期。像这样的茶叶喝起来总感觉心惊胆战的，不是特别的放心。但是说扔掉吧，又觉得非常的可惜，毕竟茶叶的价格并不便宜。那么我一个亲戚，他家开茶叶店已经开了30年了，我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问他茶叶过了保质期还能喝吗？他告诉我的答案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就给我说了茶叶的来源。首先呢，茶叶属于农产品。大家都知道，茶叶除了品种不一样之外，其次就是它的包装不一样。一种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散装的茶叶，还有一种就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些包装好的茶叶。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像这种包装好的茶叶呢，它上面就会有保质期。而像我们平时出去买的散称茶叶，那一种茶叶上面并没有保质期以及生产日期等。而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茶叶包装好来出售的话，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这种食品标准啊，咱们茶厂就会对这种包装好的茶叶上面标明它的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像它的重量、生产批号、生产厂家等。所以呢，这种包装好的茶叶以及我们的散称茶叶，它们都是茶叶，所以呢，其中的道理呢，大家可想而知。像包装盒上面的这些生产日期、生产批号以及保质期，其实也只是一个官方的参考数字而已。而并不代表过了这个日期，这个茶叶就不能喝了，只是说在这个日期之内呢，这个茶叶是最佳饮用时期，喝起来口感是最好的。而超过这个日期啊，并不是说茶叶不能喝了，只是说它口感上就没有那么好，会略微出现一些变化。那么对于超过保质期的茶叶能不能喝，相信大家呢现在心里面也有所想法啦。我们喜欢喝茶叶的朋友都知道，茶叶的保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如果我们保存得当的话，放再久都可以喝。如果保存不得当的话，就算是没过期，它受潮发霉，出现了异味等等，像这样的茶叶，就算是在保质期之内，那么都不能再喝了。而我们保存得当的茶叶，就算是过了保质期，依然是可以用来喝的。保存得好的茶叶，它的状态是闻起来有清香的茶香味，并且呢是非常干燥的，不会出现受潮发霉的这种情况。用手轻轻一捻呢，它就直接断了。因为我们知道茶叶它都是比较干燥的，像这种的茶叶就算是过了保质期，我们依然可以放心的饮用。所以由此可见呢，咱们的过期与变质它是不能等同的。也就是说，就算茶叶过期了，但是我们保存得当，像这样的茶叶它是没有变质的，那么就依然可以饮用。而如果茶叶已经受潮、变质或者是发霉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变质的茶叶，就算是它还在保质期之内，那么像这种的茶叶也是不能饮用了。所以呢，过期茶叶和变质的茶叶是不能画上等号的。
由此可见啊，茶叶能不能喝，并不是去看它的保质期，而是要看它有没有变质。只要没有变质，那么就可以正常饮用。那么我们要怎样来判断茶叶到底有没有变质呢？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一般掌握好以下3个方面。第一点就是闻一闻这个茶叶，它是否有茶香味。如果说这个茶叶出现了酸味或者是发霉的味道，那么像这样的茶叶一定就是变质的茶叶啦。第二点就是用手去摸一摸。我们都知道茶叶如果保存不得当的话，它就特别容易受潮发霉，因为我们知道茶叶它都具有一定的吸水性，吸附性也特别强，所以呢，如果这个茶叶摸起来它是比较发软的，而且呢还有潮湿的感觉，像这种茶叶呢基本就已经变质了。我们正常的好茶叶它是比较干脆的，用手轻轻一折它就会被折断的那一种。第3个方面就是把这个茶用来泡一下。我们都知道不同的茶叶泡出来的茶汤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把茶叶放到开水里面浸泡，泡出来的茶汤色和我们平时正常的茶的颜色有所区别，那么像这样的茶叶也就已经变质了，就不建议大家再饮用了。当然有一些没有变质的茶叶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它的茶香味就褪去了，喝起来口感就不是特别好。那么像这种的茶叶呢，扔掉又可惜。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关于没有变质但是已经过期的茶叶的一些小妙用，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变废为宝，并且还可以解决家里面的许多大难题哦。首先我们准备几个这种的棉布袋，这种的棉布袋呢其实呢就和咱们平时用的茶叶包差不多，也就是用来装乳料的一些小包装袋，它的透气性非常的好。当然如果家里面没有的，用卫生纸也可以。然后我们把过期了的茶叶装入到这个棉布袋子里面，不用装太多，大概装到3到4分满的样子，然后将它的收口处收口，把收口处最好打上4结，像这样一个茶叶包就做好啦。我们依次把所有的茶叶包都装好。我们知道茶叶具有很浓郁的清香味，并且呢它还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可以吸附空气中的一些水汽啊和空气中的一些异味，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功能利用起来，这样呢就做成了一个干燥剂的样子。我们知道冰箱呢是一个比较密闭的状态，它里面放的东西呢都是杂七杂八的，像一些剩饭剩菜呀，里面的异味也特别的重，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味道更加让人难以忍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制的这个茶叶包放在冰箱里面，这样我们利用茶叶的吸附性，就可以达到一个去除里面异味的作用，同时茶叶还可以散发出一股茶叶的清香味出来。味道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就可以多放几个这样的茶叶包。这个茶叶包小巧玲珑，在哪里都可以塞得下，非常的方便，这样就可以很有效的去除咱们冰箱里面的异味啦，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第2个用处就是我们的鞋柜，像这种运动鞋穿起来脚非常的舒服，但是如果在夏天的话，味道是非常重的，尤其是有脚气的朋友，那么这个鞋子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难闻，走了1天之后里面还是哒哒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制作好的这个茶叶包塞到这个鞋子里面，那么这个茶叶就可以很好的吸附掉里面的一部分水汽，减少咱们鞋子散发出来的臭味，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呢？如果你家也有过期的茶叶，那么不妨利用起来吧，不要再扔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那么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过期茶叶是否能喝，并且过期茶叶的一些妙用，希望这个视频能对您有所帮助。那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